大家好，我是培根，感谢你关注我的10年旅行。马上快年底了，估计大家也都快进入写各种年终报告的时候。虽然稀里糊涂的混了一年，年底了还是得感谢天、感谢地、感谢领导没把我嫌弃，再华丽丽的描绘一遍2018年的伟大宏图。目标一定要写得大，这样领导才会感觉你这小伙有上进心。走形式的年终总结，我相信大家都曾做过。今天我也来凑个热闹，回顾过去的2017年我都干了啥，有什么辉煌成就。在过去的一年中，我既没升职加薪，也没买房买车，连一份工作都没有。估计很多人是不会理解我这种生活方式的。这是我10年浪途的第2年，我终于摆脱了去年那种苦逼的流浪生活。给我的小面包车加了太阳能发电系统，除了能给手机设备充电，还能在车上剪辑视频。终于进入到有电的文明时代，我迫不及待地录了个视频发网上。虽然没有任何拍摄经验，一部破手机加上小学生一样干巴巴的叙事水平，效果居然还不错，有50多万的点击量。一时间加我微信的人很多，也获得了一些朋友的理解支持。突然感觉这条路可行，说不定10年下来我还能成个小网红呢。从此我开始以视频的方式记录我走过的地方和景区。为了提高视频的水准，我分期买了无人机和运动相机，自学拍摄剪辑技巧。设备越来越多，拍摄的素材也越来越多。很快发现电脑和现有的太阳能发电系统不够我剪辑视频所用，致使我更新视频的频率跟不上。2018年，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。过去的一年，我计划的路线是湖南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，年底前到海南。事与愿违，实质上我只走了湖南和江西，而且还不是把整个省都走了。湖南只走了大湘西一带，在长沙待了20多天，和朋友拍了部小短片。江西只走了赣北地区，逛一个婺源就逛了快1个月。从前目光所限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地大物博。江西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既有文人骚客钟爱的名山大川，也有小桥流水、粉墙黛瓦的徽商古村，还有许多女友钟爱的徒步线路。只可惜江西在宣传方面不是很给力，很多好地方从前听都没听过。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，以后再来把这些没走过的地方走一遍。只是按照这种进度，10年根本不够浪啊！好吧，下一个目标当代徐霞客，一辈子在路上。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徐霞客，觉得我做的事情很难理解。其实我做的事情并非前无古人，早在几百年前，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花了30年，达人之所未达，探人之所未知，足迹遍布21个省市自治区。我只不过是追随前人的脚步，实现他人眼里自私、不负责任、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。时下有个流行词汇情怀，文艺青年们做什么事情都喜欢讲个情怀。情怀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没人给个准确的定义。一个人在路上有个好处，我有大把的时间来思考这些宏大的问题。我为什么出发？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出行？为什么不去做直播？为什么不去迎合大众，找赞助、找资源，组个团队，不必一个人那么辛苦？前段时间遇到几个台湾的朋友，他问我旅行这么长时间，最让我感动的瞬间是什么？我回想了一会儿，最让我感动的应该是徒步几天后，从林里窜出一个藏民，手舞足蹈，冲我喊道：“扎西德勒！”快2年了，那趟旅途的风光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，唯独这件事记忆犹新。我渐渐明白，旅途中的风光其实已经不再那么重要，路上遇到的人和事儿，这段经历才是这趟旅程最有意义、最难忘的事。人生如旅，你问我旅行的意义是什么？那我问你，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？我给你的答案，旅行的意义不是数我到过什么地方，而是我为了到这个地方做了多少准备，怎么到的那儿，和谁去的。从约伴、买装备、拉练到一起同甘共苦，历尽艰辛，终于爬上一座山，到达一个目的地，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的人生观也差不多，我们一出生注定有天会死亡，除了自己，什么东西都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还要尝尽世间疾苦，辛辛苦苦走这一遭呢？什么是生活？生活就是有酒有菜有人爱。你坐飞机去西藏，在拉萨街头有个藏民问你扎西德勒，你只会觉得这里的人还挺热情。但我在荒无人烟的地区，历经艰辛，徒步了好几天，突然有个藏民对我喊道：“扎西德勒！”那种感觉简直太美妙了，这足以令我感动到落泪。人生亦是如此，只有活得深刻，活得精彩，才不枉此生。回到现实中，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，金钱和名望不过是浮云。一夜爆红，拿赞助商的钱去旅行，不是我所愿之事。每个阶段都有其身份背后的苦恼。你拿了赞助商的钱，人家不可能白白给你钱，总会对你有要求、有限制。
这不又回到了替人打工卖命的生活吗？我不奢求一夜爆红，粉丝100万，仰望星空，脚踏实地。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喜欢我的生活方式，自然会点个关注，看着粉丝慢慢长，10年后还能留下来的才是朋友。僵尸粉没有意义。就如我拍视频是记录自己的旅程，换一种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。发网上是为了给那些渴望远方又无法出行的朋友一点参考。有些朋友发来私信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一直想要的，多少年前我就这样计划过，只可惜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实现。我的梦想就交给你了，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。完成自己的梦想，还能成为一个陌生人的心灵寄托，从此上路也不再害怕孤单。我身后还有许多有着相同梦想的人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洒脱一点，放下的不必再去拾起，索性浪荡一生。满足我的旅行需求并不需要很多资金，没必要为了钱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的事情。我没有团队，没有资金，生活居住在一辆狭小的面包车内，依然执着于自己的梦想，绝不妥协。当你们遭遇困境，想想我的处境，再难能难过我吗？最不济还有1日3餐，而我连3餐都成问题。有人认为锦衣玉食、豪车出行才是人生，其实苦也是一种人生。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，当我们不断去挑战自己的承受极限，回过头方能从容淡定地笑看人生。大道理谁都懂，话也说得简单，实际上我也会偶尔迷茫徘徊，难过到快坚持不下去。一觉醒来，很庆幸自己没有放弃，逐渐开始适应这种朝不保夕的苦难岁月。千帆过尽终不悔，万舸争流我自强。如果你觉得我苦，那是你还不够了解我。2018年我还要继续苦下去，苦才是我的人生。明年的目标到了海南后沿边境线西进，能到哪儿现在不好说，有一个方向就够了。好了，1年13勤的时间结束，我们来说点轻松的。我现在在福建，把车弄好后，我会快速穿过广东去到海南。说了很久的骑行海南岛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单车骑行海南岛只需要花几天时间，海南的租车服务也很发达。到时候如果大家有时间，咱们不妨相聚海南，一起去看天涯海角。当然，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免费组织活动，因为我从没想过从朋友身上挣1分钱。我是培根，10年旅行跟书带你看世界，我们海南见。